大家晚上好。看周处除三害了吗？没看。最近有谷歌华人工程师窃取机密的事情，想听你聊一聊。这个事情我是在准备啊，但是，因为可能会涉及一些具体案例，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只能放在付费频道里讲了。放在外面的话，可能扩散太广泛了，不太合适。因为我可能会讲一些这个我身边经历过的事情啊。谷歌那小伙子可能啥都没偷到，而且级别也不一定很高，只是画饼拉投资把自己忽悠进去了。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塔主茶话会名字的由来是冲塔主任的意思吗？没有啊，塔主是做这个什么的啊？做这个英语教育，所以呢，他想去干掉巴别塔，起了这么个名字。支持众议院，老登赶紧通过啊！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容易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啊，关于 GPT、Cloud、Gemini 等一众 Chatbot，有一些 APP 网站可以使用自己的上述这些 API，或者直接向开发者购买 API，什么意思啊？这和和直接在这个上面，官网上的 APP 进行使用有什么区别？特别是诸如像 GPT 3.5，如果在官方网站 APP 进行使用，还不需要消耗额外的 token 啊。那么这个人家给你去用这个 API 去包装过的以后的话，肯定人家是有诉求的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对吧？他们一定是希望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啊，至于得到什么咱就不好说了。由此引申第二个问题啊，像 POE 这类 APP，可以直接用20刀就可以使用 GPT-4 Cloud 3 Opus，那岂不是非常划算啊？就不用分别进行订阅了。我 POE 我是用了啊，但是我没有在里头付费，我还是在这个GPT-4里边去付的费。这个因为Cloud 里头啊，POE 里头能干那个什么吧？能干这个能画画吧？现在反正也还行吧。这个我觉得，直接用 GPT 还是挺好使的。我在 POE 里头试了 Cloud 3的那个，就是小一点的那个模型，还是让用的吧。这个最大的是要付费的，感觉也一般。你如何评价最新发布的 Cloud 3表现？因为我没有试过最大的，所以不知道啊。因为我是前两天跟大家去做了个游戏嘛，就是让他们做那个老虎过河的算法，结果发现甭管是 GPT-4、Gemini Pro，然后或者是 Cloud 3的那个中等的模型都是在那儿胡说八道，而且怎么跟它较劲都没法整，对吧？这个就没法用了啊。然后可以仔细谈谈 Notion 的 AI 有什么不堪吗？其实这种 AI 呢，它一共是分几件事干啊。第一件事呢是这个查资料啊，查资料 Notion 肯定干不了嘛，只有像 Copilot 这些东西能用，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呢是说生成内容，生成内容呢，其实现在我看下来，就是因为我用中文嘛，最好用的其实是 E 模型啊，就是那个01万物那个模型是最好用的。然后呢，这个其他的 GPT-4还可以吧，这个再其他的像 Cloud 呀，像什么Llama 2啊，这个包括像千问，还有这个Cloud 这些，我觉得都差的比较远啊。这个最好用的还是 E 啊，这个但是没法给你细讲为什么啊。这个，然后第三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查资料，就是说，比如说我有现成的资料，让他去给我查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应该是 Notion AI 最应该干的事情，结果他干的一个稀烂，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在 Notion 里边，你是会把资料分到各种的这个就是层级嘛，会放下来。他在找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层级给你打乱，然后一起找。这个事儿呢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我希望比如说你在某一个这个群组里边找，或者在某一个页面里面找那我不需要你给我把整个的一个巨大的 workspace 全找一遍，所以他就干得很二。哎，大家晚上好，晚上好，鸡蛋革命你又来了，晚上好。
今晚的背景图啊是鸟山明风格的吗？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鸟山明离开我们了。笔记软件连接 Ollama 就是用 API 嘛？对，它用的是 RESTful 的 API 啊，就是我是用的叫Copilot Obsidian 还是叫 Obsidian Copilot 那个那个插件啊，挺好使的。看到有人说那个谷歌工程师只是负责部署的，偷了一堆有的没的脚本啊，这个我觉得就部署难道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吗？今天 ChatGPT 是不是崩了，发不出消息？我刚才也是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呢，我到推特上去问，他们给了我一个办法，至少我刚才试的还是好使的啊，就是把那个设置设成英文的，然后呢再刷新意思就能用但是能用到哪天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时灵时不灵。大家晚上好啊，晚上好。这个24年国内创业开场还可行吗？能出去就出去吧。这个来了打卡啊，先点赞再看，感谢。前2天啊，我试了 E 模型对文章的用词进行调整，不太好用。这是看你具体要调什么。晚上好啊，这个好，那么下午我试了一下 ChatGPT，确实不好用啊。这个 ChatGPT，反正我手机上还行啊，但是在浏览器里头确实不太好使。好，我们开始准备讲今天的故事啊。这个先不要着急，我需要稍微的找一下我的讲稿哪儿去了。讲稿，我的讲稿呢？这里呢。你们有没有兴趣想看一看我的讲稿长啥样？先给你们演示一下。窗口，这个确定。哎，这是进来了，没抓住，没抓到这个。这个不行，没有权利。哎，这是怎么回事？算了，不给你们演示了。这个好像是浏览器抓 Notion 抓失败了啊。我看看，晚上好啊 ，ChatGPT 生成文章对谷歌的 SEO 友好吗？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就是那种审核文字有没有语病和错字，结果 E 给我 CV 了一遍啊，这个我没用它试过，我是用它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有兴趣看讲稿，有兴趣看讲稿，等我讲完了最后给你们看吧。现在我们要开始讲了，讲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美国要求分拆 TikTok。3月7号，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50-0通过了议案，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165天内剥离对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将从美国应用市场下架，从美国云服务商那里全部下架，就是美国云服务商不可以再为 TikTok 提供服务和支持了。这个法案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做《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叫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断句不知道断的对不对啊？但意思呢是说你如果是外国应用程序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被外国对手控制了那么到底是谁？比如说中国的、伊朗的、俄罗斯的大概我估计能够被美国称为外国对手，还能做出 APP 到美国去这个四处折腾的大概也就是中国了啊，这个其他的应该没有了。那么法律的通过呢，肯定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事儿并不是说这事儿已经成真了首先这是众议员想要去通过一个法律呢，他要去提出议案，但是呢还不是直接向众议院提是向自己所在的委员会提。现在这个议案就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是由2党众议员共同提出的委员会呢就是这个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现在他们内部做了一个讨论，
50-0啊，全票通过。通过了以后该干嘛呢？啊，通过了以后要到这个众议院去投票啊，到整个院里投票。通过了以后啊，再到这个参议院去啊，送参议院再投一次啊，或者说两院一起投，投完了以后啊，再送到总统那儿去签署，签完了以后啊，就可以去过了啊。但是等这个东西走完整个流程，因为这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它不能总是50-0或者全都是全票通过，对吧？这个事儿是很恐怖的啊，一定会有人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会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会，所以这个事情呢会很长，没有那么快。所以等到总统签字的时候呢，那坐在上面的人可能就变成川大爷了啊，就不一定现在是这个拜老登了，对吧？那就换人了。那么川大爷肯定会乐得的去干这件事情，因为他曾经签署过总统令啊，就是这个行政命令，直接要求，当时他要求的是 TikTok 必须在45天之内卖掉啊，他要求的特别严格，就是必须卖啊，你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的手段，对吧？但是呢，这个就是马上这个 TikTok 就开始提起诉讼啊，我来告你，然后拖了8个月以后，TikTok 最后把那个诉讼和解掉了啊，赔了一笔钱啊，他赔了9000多万人民币啊，美金啊，赔了9200万美金。给这个所有受伤害的这些，比如说隐私被侵犯的这些美国人啊，那么大家把这个钱分掉就完事儿了啊，9200万，然后呢，这个事儿和解了，拜登就把这个川普下的这个总统令就给取消了啊。现在拜登自己也是有 TikTok 账号的啊，在里边每天手舞足蹈的，然后表演自己很年轻，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为什么会在现在又提出来这个事情，说我们再要去限制一下 TikTok 呢？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大选临近啊，美国每4年临到大选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出来好好表现一下，要找一个假想敌，要找一个目标，我要锤他一把啊，否则的话怎么能显示出来我们在很努力的保护人民呢？对吧？这个事情肯定是要去干的啊。然后中美关系呢，现在呢还是在兑现的过程中吧。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讲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啊，最近很活跃，说这个中国电动车上来以后，只要摁一个按钮，然后这个北京摁个按钮，然后这个车就全都趴窝了。啊，这个好像我看到评论里头有人告诉我说，美国好像自己要立一个法，要求美国政府拥有这个能力，或者说美国的电动车要拥有这个能力，摁一下按钮让它停机啊。这个现在他说，如果中国的车跑到美国来，这事怎么办啊？一摁就全跑了啊。然后呢，还讲什么呢？是起重机啊，这是拜登干的活。啊，说中国的起动机在美国港口里头大概占80%的市场份额，全都是中国的，对吧？而且是自动化的，可以远程遥控的啊，这个太危险了啊！他们在逮着这些事儿不放。但是你要注意啊，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在表演呢？就是中国真正控制美国的产业还有很多的啊，绝不是电动车跟起重机，哎，比如说超高压输变电什么这些玩意儿，现在这些技术整个的全国际的标准都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做的，对吧？那么这些事儿他没说啥，对吧？但是这个起重机啊、电动车呀这些事儿他想起来了。然后 TikTok 啊，这个影响深远，能够影响选票的，他们也想起来了啊，咱们要去说一下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互相不信任的过程，而且互相不信任越来越深啊。这个不光是他们现在想起来要进咱们的 APP，你像咱们进了他们多少 APP 呢，对吧？而且咱们进了谷歌，进了美塔，进了这个 Twitter，进了所有什么 WhatsApp 都禁掉了以后，他们连个上诉的地方都没有，对吧？你说我现在想上个诉什么的，对不起啊，这个你不知道该怎么弄去这事儿，对吧？这个谷歌呢也有这个中国公司，也有新加坡公司，对吧？你说谷歌中国，我说我来上个诉啊，来起诉一下中国政府，说这个你怎么能把我封掉呢？啊，这个说不明白的啊。但是其实中国政府说每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听谷歌的人来讲一讲，说哎。你们最近为了回到中国做了什么努力啊，对吧？然后谷歌的人也会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呢，有很多事情呢就属于没法说啊，中国的事情没法放在桌面上说嘛，没法掰开了揉碎了说啊，所以谷歌到现在为止也没回来啊。TikTok 呢，肯定在大选过程中是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啊。拜登呢开了 TikTok 账号，所以他还是希望通过 TikTok 去进行竞选的。这个两党呢，肯定也还在这个上面要再努力的表演一下啊，这就是这个事情在现在突然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对吧？他拜登上来他不折腾，对吧？你按道理说你拜登上来以后你折腾一下就没有今天的这个事情了，对吧？你直接把这个川普的这个指令执行掉就完事儿了，对吧？他现在你不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可能就会说他，
对吧？你说我努力了半天，想把 TikTok 挡在美国大门之外啊，想让这个中国政府没法去对美国的这个人民去进行一些侵害，对吧？结果你拜登把这个总统令，我当年签的总统令给废除掉了，然后自己还跑到 TikTok 上去开账号，对吧？你到底想干嘛？对吧？这个事情，你说你竞选的时候，你到辩论了，你咋弄？你没法弄的，对吧？那么 TikTok 呢，是可以采取一些应对的手段的啊。这个第一个应对手段是什么？就是积极参加各种听证会，因为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听证会会发生，对吧？而且 TikTok 肯定也有自己的这种叫做就是院外集团会去雇佣一些游说集团嘛，去进行游说啊，然后呢去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你反对意见，你说我直接把事推翻了很难，对吧？但是呢，我来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修改，把这个规则明确一下啊，或者说把这个时间推得稍微长一点点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多开一些听证会，然后开听证会的时候，我去好好表现，其实是可以的啊。第二种呢，就是要去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加强一些内部的管理啊。但是这条路呢，看起来是比较难，因为这个 TikTok 脱离中国工程师新的工作节奏还没找到啊。现在他们还是需要依靠中国籍的工程师，而不是华人工程师啊，是中国籍的工程师才能让 TikTok 整个运转起来。然后正常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起诉啊，就像是上一次应对川普的那个总统令似的啊，我直接起诉他，这个事儿是最省事儿的。啊，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吧，就算它是吧，啊，可以起诉美国政府，对吧？这个事儿是美国政府比较幼稚啊，你说怎么可以被人起诉呢？这多丢人的事情啊！但美国政府是可以的啊，这个字节跳动啊，就是前面就起诉过啊，2020年8月22号，针对川普8月6号发布的行政令啊，要求字节跳动45天内必须出售 TikTok 啊，向川普政府提起诉讼。然后呢，这个提起诉讼的原因也是影响了用户的表达，对吧？你影响了这个第一修正案，影响了这个言论自由了啊，把这个事情提出来。然后呢，最后是折腾了8个月，一直折腾到川普下台，拜登上来啊，到2021年的6月9号，拜登是正式取消了川普的行政令啊，这项方式也可以干，还可以干什么呢？就是组织民间的网红啊、商务团队啊，进行一些活动啊，进行一些表达，或者说我去请个愿，这事儿都是可以干的啊。甚至呢，还可以做一种什么诉讼呢？做这种国际投资法框架下的诉讼。因为你想，TikTok 它是一个创业公司，有很多很多股东啊。你美国政府做了这样的决策以后，你让我的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了，那这些人也可以去起诉他，说啊，我无法进行公允的交易，你要求我165天之内把公司卖了，对吧？我就必须是着急忙慌的去卖这公司去，我就没法跟人好好讨价还价了啊。那么这个事儿让我接受损失了，你要去赔我啊，投资人利益损失嘛，啊，这都可以干的。但是呢，这个 TikTok 就干了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对吧？他向所有的美国用户弹窗，然后要求啊说你告诉我你的这个所在的区号是什么啊？告诉我所在区号以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个区的议员的电话号码到这儿，说你只要摁一个扣，他就直接给你打电话打过去了，对吧？说很多的议员都接到了大量的这样的骚扰电话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过分的做法啊！这个做法绝对是在中国他绝不敢这么干。对吧？你要说抖音在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他要敢干这个事情，那今天就不会有字节跳动了啊，直接就让你关门了啊！在美国这么干也是不允许的，美国有他自己一整套的这个流程和程序啊，你要在这个程序内去做事情，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在程序内，对吧？他这个属于过分了，这就像这个川普败选了以后，这个有人去冲击国会山那个过程是一样的。你过分了，对吧？然后有选举结果，甭管你觉得怎么样，你得认，对吧？你有问题了，你可以去申诉，可以去起诉，但是你不能带着人去冲国会山这个事儿啊。他现在等于干了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如果是在国内的话，那么妥妥的这事叫什么？叫煽颠啊，叫煽动颠覆罪啊。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你等于你在发动群众，然后绕过整个的体系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是一个奇烂的事儿。那么为什么啊 TikTok 它不愿意分拆，或者抖音不愿意把它拆出来啊？这个事儿呢，原因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技术研发运维的工作流程搞不定啊，就是现在离开中国籍工程师，整个的效率就会下降。然后如何进行新的配合，如何让这个整个的系统跑起来，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只会这一套路，就是邯郸学步这套东西，就是我们
怎么卷啊，怎么996，怎么去加班，然后怎么去这个用更多的人，然后把它堆上去啊，他们这事儿很熟啊。你换成美国那种节奏，对吧？早上9点钟上班啊，晚上可能到5点钟下班，中间还喝个啤酒，然后晚上再去参加一点点的这个 meet up 的这种社区活动啊，再去聊聊天，再去喝酒，再去这个吸大麻什么这种事情，他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让字节跳动或者包括像 TikTok 这样的团队进入到这样的工作节奏里头去啊。如果一旦是让人进入这种工作节奏，估计那个产品就废掉了。然后国内呢，现在整个的市场其实已经到天花板了啊，就是你说我再想在中国得到更多的用户，想让他们花更多的钱在我这儿买东西，已经很难了。而且国内现在经济稳中向好，对吧？那么这个他们也不太想说我再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了啊。那么真正的增长在什么地方？只能是在海外啊，只能是在全球化这个地方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捆绑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而且 TikTok 的收入其实现在并没有完全披露，到底挣了多少钱，其实也不知道啊。现在到底 TikTok 挣钱亏钱，现在并没有说。字节跳动呢，倒是说公布了它的财报，虽然它不是上市公司啊，但它依然开了这个财报的发布会，对吧？他讲了，说我2023年一共挣了多少钱呢？1100亿美金啊。那么 TikTok 的营收呢？这个在2023年财报上只说了一个数啊，说这个直接收入40亿美金。这直接收入是什么？就是你通过 TikTok 买东西了，对吧？它有 TikTok Shop，但是 TikTok 的最主要收入不是这玩意儿。TikTok 最主要收入是广告收入啊，但是具体的挣了多少广告收入不知道。在2022年底的时候呢，他预测2023年 TikTok 的广告收入应该有500亿美金啊，但是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挣到，因为呢，他现在做了2024年的这个 TikTok 的业绩预期，说他希望2024年能够挣到475亿美金的这个广告，对吧？那么他既然比2022年底做的这个预期呢变少了，所以说明可能2023年也没有挣到500亿，但是我估计200-300亿还是挣到的，所以 TikTok 的收入的话，可能有个200-300亿啊，加上那个40亿的直接收入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肯定是希望捆绑啊，不希望做任何的拆分啊，而且 TikTok 有可能会亏损啊。那么如果亏损的话，你一旦拆开了以后，你可能就面临着重大的融资问题啊，你需要融一大笔钱才能让 TikTok 继续往前跑，要不然可能就挂掉了，对吧？我现在用这个自己的钱啊，用这个抖音的钱去补贴 TikTok 啊，让它继续往前走，这个事儿其实是字节跳动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未来的利益肯定是非常巨大的。字节跳动现在估值多少钱？现在字节跳动的估值是2680亿美金，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好贵啊？这公司没上市这么值钱了吗？大家要注意啊，2022年字节跳动的估值是3000亿美金，2021年字节跳动的估值是4000亿美金，所以它现在这个2021、2022到2023这连续3年，它的估值是在逐年也减少的，在逐年下降的。所以他就觉得说，哎，我只要是不抓这块不松手，等我以后上市了，我一定能够翻盘。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是可以去冲万亿的啊。那么如果撒手了，它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比这个还要再差一些啊。那么他们肯定是不乐意的，他们希望说捆绑着冲上去啊，上市冲万亿啊。大家要注意啊，腾讯的市值是多少？腾讯的市值大概3000多亿美金。然后呢，字节收入其实已经超过腾讯了，就是字节挣的钱一年比腾讯多啊。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觉得我这个至少4000亿是有的吧，而且上来以后，这个如果 TikTok 在里头，然后我们再有国际业务再冲一冲，因为腾讯是没有什么国际业务的，对吧？那我冲到1万亿这个事儿肯定是有机会的。那么字节跳动呢，到现在为止呢，他说，哎，我先不上市啊，我再等一等啊。那么他呢也还没想明白具体到哪儿去上市。第一个，在国内上市稳中向好，对吧？这个股市你到底上得去上不去，能不能允许你上啊？当然，他现在应该也是有国资在里头吧？他想上应该还是能上得去的啊。但是上去了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自己心里也没谱。港股上市呢，这个你就得彻底躺平，对吧？现在港股彻底躺平了。国内的，而且字节跳动如果想到国内上市，它还需要再去拆 VIE，就是它的价格还得改啊，不能直接动。那你说我上美股上市去，这个美股上市呢，估计啊过不了这个数据安全法。就是你想字节跳动这样的一个公司，对吧？它甭管是这个今日头条还是 TikTok 啊，还是抖音吧，它有可能是
上10亿中国用户的信息在里头，你这数据安全法不审它个3-5年能过得过去吗？这过不去的呀，对吧？所以它也不可能上美国上市啊。所以现在字节跳动到底怎么去上市这事谁也没想明白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上个月啊，字节跳动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回购股票。因为有些投资人说我投资了你的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怎么办呀？对吧？那他把股票回收一些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员工啊手里有一些股票，说我想这个改善一下生活啊，他也回收一下。那么现在刚才讲的这个2680亿美金的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按照他回收股票的价格乘上他总股数算出来的，对吧？我按照这个价格来回收大家股票啊，那么你们现在就值这么多钱啊。像前面有很多人是讲 OpenAI 值860亿美金，这个数也是这么来的啊。就 OpenAI 前一段时间也开启了一次股票回购，然后呢，按照股数乘上当时的股票回购的价格，就是860亿美金。OpenAI 的再上一次大概是半年多前的那一次股票回购是多少钱呢？啊，它的当时的市值是900多亿美金啊，就是 OpenAI 的市值其实也在掉啊，但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这个事情是啊，就是字节跳动啊，现在还上不了市啊，还是准备说我通过回购股票告诉大家我短期不上市啊，如果短期上市就不会回购股票了，你们上市以后啊，股市爱谁谁，你到股市上交易去啊，跟我没关系了啊，他现在就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回购去了。所以现在的字节跳动，包括 TikTok，离开了中国工程师，离开了中国的 MCN 机构和网红，离开了中国的供应链，那这个 TikTok 它是打不赢这场全球的仗的啊，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呢，他们是不想拆啊，坚决的不想拆。那么分拆呢，你说也应该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啊。你说美国政府要我拆，那我算了拆了吧。那你以为拆完就完了吗？这个事儿不那么容易。第一个，到底怎么个拆法啊？如何去拆？这个肯定是要有讲究的。现在其实已经是 VIE 架构了，对吧？字节跳动就是 VIE，它是一家开曼的公司，英属开曼群岛，对吧？你让我找，我可能需要个半个小时，能够在地图上把这东西找出来。啊，在加勒比海上啊，一个反正不仔细看不着啊，一个小点儿啊，在那么个地方。然后美国政府呢，需要将部分的 TikTok 股东啊，可能放在名单里，比如说这里头 TikTok 啊，你的哪些股东是不可以是谁谁谁，他可能最后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 TikTok 本身现在大量的股东就是美国公司，对吧？它不是中国公司，它一大堆美国股东的啊，他就说我到底不喜欢谁啊，你把它筛掉筛出来，或者说这些股东，你比如说你需要隔离几层，因为大家知道像西方它有这样的讲法，什么？就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对吧？你只要不直接控制不就完事了吗？你隔一层，这事儿也行。你比如说这个里头有一个叫字节跳动的啊，字节跳动上面可能还有一个什么北京国资委的一个什么什么机构啊，我们不希望这个股东成为这个叫做 TikTok 的股东啊，那么必须隔5层以上啊，隔3层以上啊，你要画出道来。现在这个道没画出来啊，这个事儿就不好说。那么你既然不希望这些股东控制这个 TikTok，最简单的方式其实不是让他们把股票卖了，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放弃这个投票权啊！你在这个股票的投票权里头，把它给其他这些不在名单上的人上啊。你比如说这个 TikTok 啊，有一个股东是谁？是 Oracle 啊，是这个甲骨文公司。你说你这个字节跳动，你把这个一部分的投票权给这个叫谁吧，给这个 Oracle 吧啊，让他们去替你投票，这事儿不也行吗？对吧？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啊。或者你说我们找人来去买清单中这些中方股东的这个股份，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很难搞了啊，这个事儿就非常非常费劲了啊。那么这个价格啊基本上没法公允。第一个时间很紧啊，165天，我需要谈判啊，需要去找标的去找人啊，然后才能把这个事儿高了低了，为什么对吧？这个事儿就非常非常难搞，因为人家大家都知道你165天不跟我谈妥了你就完蛋，对吧？那我一定会给你压一个低价。啊，而且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空子可钻啊。这个我怎么去包装，怎么去隔离，怎么去让人去冲进去啊？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干的。而人员分拆呢，其实也很麻烦，就是为什么最后他拆不开，对吧？就是前面其实川普就让他去拆嘛，你必须要两边拆开。后来这个周受资也去了几次，说我就要拆，但他拆不开啊。拆不开的原因很简单啊，第一个是它同一套系统啊，这个它的推荐系统，它的整个的这个后台的系统，什么广告系统都是同一套。啊，你要想彻底分叉了，你就没办法一起去运维和这个维护了啊。那么成本绝对不是说高1倍的问题，会高非常非常多
而且员工还哪有股票呢？你比如我一个员工，我是拿着这个字节跳动的股票，那你拆开了以后，你到底算哪头的呀？啊，算到那头了以后，我应该怎么算这边的股票啊？我应该放弃一部分，还是得到一部分，还是怎么算？就这个事儿非常麻烦，对吧？而且如果TikTok 完全的在中国境外进行开发和运维的话，那个成本绝不是提升3、5倍能搞定的。而且怎么说呢？就是除了美国跟中国这2个地方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你可以凑得出这么多工程师来干活来，对吧？哎，你说不对啊？说日本也有很多工程师，对，日本的工程师的工资是很低的，你让这些人到这个TikTok 里边去做这么高强度的这样的工作，他做不了的，对吧？你不要是觉得啊，日本这些人啊物美价廉，工资很低，他就能干，他干不出来，对吧？包括台湾工程师，其实我们以前是雇了大量台湾工程师写程序的，这些人的素质非常高啊，但是你让他去做一些大的产品，他做不了。啊，原因其实很复杂，就是说他们受的教育，他们思维的方式啊，他们这个处理很多的这种责任和这个规则的方式，其实它不适合进行这种大型产品的这种运维的，啊，他搞不定的。这个事儿还是要靠中国工程师才能搞定，或者美国工程师才能搞定。你说我把 TikTok 的这个，别看他这么多人都搬到新加坡去，你说，哎，我在新加坡招一堆中国工程师来，我给他们发这个 PR，然后让他们在这儿干，你这个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有多高，对吧？而且这些人一旦到了新加坡以后，就不愿意加班了，啊，那你怎么看，对吧？现在 TikTok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把中国工程师从中国搬到新加坡来，然后这帮人就不加班，不加班了以后怎么办？换回去，然后再换一批。然后再换一批，完了以后就是每2个月、3个月换一次，每2个月、3个月换一次，他搞不定这个事情，对吧？你要想告现在这种高速迭代的状态，你就必须靠中国籍工程师坐在北京干活才行啊！你做的中国籍工程师坐在新加坡干活都不行，所以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的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一个黑暗森林里边的事情啊。黑暗森林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信任链不断延长的过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TikTok 已经在说，哎，我们做一步试试，美国人你乐意不？啊，再做一步还行不行？啊，再做一步，他在干这个事儿。那么第一步干的什么？我把数据存美国去啊？为什么这里头会有 Oracle 的股东呢？Oracle 是 TikTok 20%的股东啊，它占20%，占的很多的啊，因为它所有的数据是放在美国 Oracle 的云上的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干了以后，美国人行不行？啊，不行啊，啊不行，这样咱们换美国人管理啊。TikTok 是一家美国公司，对吧？它还不是简单的这个 VIE 公司啊，它是美国公司，它有美国籍的人去管理，对吧？然后所有去处理这些数据的人都是美国人，哎，这事儿行不行？还不行。现在其实这2步都已经做完了啊。那么第3步吧，让美国公司入股，对吧？这个进入董事会，这个里头啊，Oracle 和沃尔玛是入股的啊，但是这个里头注意，Oracle 不是他们董事会的成员。Oracle 虽然占了20%的股份，但是没有进董事会。这个谁进董事会？沃尔玛进董事会了。这个董事会里头啊，这个一共是5个董事啊，这个就是 TikTok 董事会一共5个董事。第一个董事叫张一鸣啊，他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但是现在呢，张一鸣已经从字节跳动退休了。我估计他也是为了应对这个美国对TikTok 的这个管控，对吧？那么他说我现在是 TikTok 的这个董事，对吧？那么我现在就不在字节跳动担任任何职位了啊，而且现在有可能已经移民了，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新加坡的。所以你说，哎，张一鸣你是中国人吗？是中国公民吗？他可能说我不是了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已经混过去了。然后第2个董事是谁呢？是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叫 Don McMillan， 大概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这是第2个人。然后第3个是红杉资本美国业务总经理，这应该也是个美国人。第4个人是 SIG 的创始人啊，叫 Arthur Danchick， 大概应该叫这么念这个名字，对吧？这是也是个可能是个美国人吧，啊，反正这个名字你看着他不像个中国人嘛。SIG 呢是投了 Musical.ly 啊，就是当时我们是投了第1轮，然后他们是投了第2轮，然后第3轮他们也投了，然后后来也投了字节跳动啊，这是 SIG。然后第5个董事是谁呢？是泛大西洋投资的 CEO， 叫 William E. 福特啊，这是一个姓福特的一个人啊，他呢是投了字节跳动，投了申印，投了药明康德，是他们的大股东啊，是这5个人是 TikTok 的股东啊。你比如说最后说，哎，我觉得张一鸣你这个差点意思啊，你虽然现在不再是字节跳动的这个这个董事长啊，或者是你是字节跳动已经完全退休了，跟那边没关系了 ，CEO 也不是了，对吧？字节跳动现在 CEO 叫梁汝波，对吧？不是张一鸣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里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把张一鸣的投票权降低嘛，然后我把这些投票权分散给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给这个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啊，这几个这个美国基金的这些负责人啊，可以给他们呀，对吧？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呢？就是第4步，就是说我们把投票权再分出去一些。其实现在所有投票权里头已经没有字节跳动什么事儿了啊，就是他这5个股东5个董事里头没有一个是字节跳动的，对吧？就算张一鸣也不是字节跳动的啊，他退休了。那么这件事儿行不行啊？或者说我们再怎么调整一下啊？你看着办啊。那么第5步是什么呢？第5步就是现在要干的活了啊，就是要去进行股权转移了，就是做前4步其实已经都做完了，对吧？现在 TikTok 里头已经没有字节跳动的股东啊，董事了啊，有股东啊，但是没有董事了啊。所有这个开董事会做各种决策都没有字节跳动什么事儿，对吧？那么现在说不行的话，那我们就进行股份转移吧。进行股份转移呢，那就要动钱了，因为做到前4步都不需要动钱的，对吧？谁的股份还是谁的啊？这个里头不涉及交易。第5步就涉及交易了啊。那么这个，比如字节跳动啊，你在里头到底占多少股份呢？对吧？将你字节跳动占的股份，这个进行一些转移。怎么转移呢？其实也很简单，字节跳动自己有股东嘛，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讲这个泛大西洋投资啊，包括 SIG、红杉资本啊，这都是字节跳动的股东。那你这样我把字节跳动的股份这个从这个叫 TikTok 里边退出来，然后呢我把这些东西换成什么呢？就换成我投资人的股份这样呢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不需要进行太复杂对价的一个过程，对吧？这是可以去干的那么受让给就是把字节跳动的股份按照一定的价格受让给自己的海外投资人我不需要再找别的投资人了这事儿是可以干的。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会扯皮，怎么扯皮呢？因为字节跳动里头是有国资投资人的那你美国政府一定不希望这些人成为 TikTok 的股东，那内资的这些投资人是不乐意了，说凭什么那么一大块肥肉就让他们几个分了？那你得给我补偿，对吧？这个过程怎么弄，对吧？他们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这些国资或者内资的投资人会去找一些海外的基金，说来你替我去拿着这股份，对吧？又符合美国的法律，然后呢，我这个利益还是我的这个事儿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这个事儿说找不到我就真找不到这个股权了能够代持这股权的人，那就要去谈价格了，说你要给我补偿我把这个股份从这个TikTok 里边卖掉，然后呢再去这个得到一些现金也好，或者我去拿这个字节跳动在国内的其他股份去换也好那么这个事儿就要去谈这个过程会比较复杂。然后不同的投资人对于这笔股权的这个意愿或者是价值的判断也会有差异。有些人说我想要，有些人说我不想要有些人说我觉得可值钱了，有些人觉得我觉得可不值钱了，对吧？那这个事儿他咋玩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可能有些人就找到外部的投资人来接收部分的股份比如说里头有一个国资的他说我这个七特姑八大姨在海外的哪个基金里头有机会我把这个国资的这一部分就卖给他了也行这个事儿也是会发生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发生如果是美国这个法律通过了，那么它可能就会走到第5步就是进行股权转移。那么这样转移了以后就信了吗？对吧？这个事儿其实是没法说的信不了。为什么呢？还是会有这个像棉花参议员出来质问新加坡 CEO 是不是共产党这样的事情依然会出来，对吧？为什么？因为这家伙长了一张中国脸，你咋办呢？这个收资你一看就是中国人那你没办法，我就会问你说，你是中国人吗？你申请加入过中国国籍吗？你曾经加入过中国国籍吗？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对吧？你申请过加入中国共产党吗？对吧？就会问他这样的问题。那你这个事儿你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多的华裔工程师，那么多的中国籍工程师，你咋办？对吧？就算是我们前面这些步都做完了，对吧？我们把这个股份也都卖了，然后这个所有的股份100%都是由美国人掌控的，或者由新加坡由外资公司来掌控的。那你这样，你这些华裔工程师，这些中国工程师你怎么弄？对吧？我觉得像这个棉花参议员上来问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加身份申请不加入共产党这事儿，他这玩意儿完全属于种族歧视对吧？你如果看到一个白人，你会这么问他吗？你不会的，你只有看到一张中国脸才会这么问他，对吧？这周受资还说我是新加坡人，对吧？我是这个还在新加坡参过军，为新加坡政府服过役，对吧？他最后根本不理你，说你有没有什么这个那的，对吧？这个事儿是有点种族歧视在里头，而且
不光是 TikTok，任何一家美国的这种大的科技企业脱离中国籍员工都是没法活的。比如说美股七姐妹，谁能做到，对吧？脱离中国籍员工，比如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梅塔、特斯拉，谁能脱离中国籍员工？谁也脱离不了。你都是要有大量中国籍员工，还不是说华侨啊，不是说华裔华侨啊。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苏姿丰啊，对吧？像这个黄仁勋啊，他们属于算华人，对吧？他们不是中国籍，但是他手里边大量的员工还是中国籍啊。你说我把这些中国籍员工都干掉啊，或者给他们发国籍，让他们移民，哪儿那么容易啊？这谁都干不了啊。这个谷歌也好啊，这个梅塔也好，手里都有大量的中国籍员工。而且你真的逼着他们把这些人都干掉了以后，那也会有其他的反应。你比如说这两天阿斯麦在干一个神事儿，他说我要搬离荷兰啊，荷兰的这个光刻机厂商阿斯麦，为什么呢？因为荷兰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非常不友好啊。那么阿斯麦大概有40%的员工是外国的这些留学生，那里头你说到底有多少华人啊，或者是华籍的人啊，中国籍的人，这个事儿就没法说啊，肯定也数量是不少的。那么如果这个政策不好，他就准备搬走，说我要搬到法国去，那里对于这个外籍留学生的这个政策比较好，对吧？现在荷兰大概是由首相牵头带了一个团队，说我们要怎么把阿斯麦留下来，对吧？硕果仅存的高科技企业了，或者最大的高科技企业，我们一定要把它留下。所以这个事情是没法弄的。而且你说，哎，我这个要求所有彻底脱离中国籍员工去干活，因为台湾是干过这事儿啊，台湾是要求所有内部的这些软件不允许由中国籍员工去撰写，但这事儿其实他们最后也搞不定啊，因为就是中国人写着玩，对吧？那么你如果是对华人进行这样的限制，那就是妥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妥妥的种族歧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在美国肯定是没法容忍的，就算华人可能再温和，你也不可能容忍这种事情。那么事情未来会怎么发展呢？事情呢发展可能是这样：第一个，前面犯浑啊，就是你去给所有美国人弹窗，然后呢，这个去给议员打电话，这个人必须严肃处理啊，说这是谁谁谁干的啊，他是义愤填膺啊，这个必须我们要去处理他啊，这个一定要拿出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有民众自发组织请愿打电话，这事儿没毛病，对吧？但是你如果由 APP 运营的官方直接弹窗，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分了。如果你 APP 比较小也行，你想你在美国1.5亿的月活，你基本上美国人人手一个了，连拜登老爷子自己都有一个，对吧？这样的东西你去给每个人弹窗，不知道拜登有没有收到弹窗啊？这个说，哎，请你给你认识的这个议员打个电话吧，这个是多么可笑的一个事情，对吧？那么这个太过分了啊，要把这个人抓出来啊，以儆效尤啊。第二个呢，就是诉讼啊，才是正确的手段。言论自由、商业利益相关都是可以去诉讼的点啊，就找花钱去雇律师去把这个诉讼打下去就好了。然后民间组织请愿也是可以有的，包括你去发动网红也好，发动其他的这些啊在上面卖东西的这些商家也好啊，你去发动他们去请愿，这事儿也没毛病啊，但是你不能直接出面。然后问题呢是拖到川普上台了以后，到底是向哪个方向走？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为什么说到现在说这个150多天，是不是150多天以后这个川普就该上台了？反正是150多天以后可能是该大选了吧？我不好说啊。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天数，对吧？所以现在这个TikTok 也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也是怕川普上台了以后乱搞啊，所以现在开始胡搞嘛。啊，那么美国公司呢，有时候也会跟政府之间扯皮，也起诉他，对吧？那么他就老老实实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去办就完。就算川普上来了，他又放个总统令，或者说他就把这个法令直接批了，对吧？那又怎么办？你接着起诉他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他美国人也是这样，但是美国人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就是我起诉你，起诉你。但是如果败诉了呢，我就照着办啊，我该赔钱赔钱，该这个卖股份卖股份，我该怎么弄怎么弄啊。他也不会说我就彻底让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啊。就是美国人一般不会彻底给你打死，他还是会给你留出一定的余地来，对吧？说给你留出后路，像现在也是给你留出后路嘛。啊，你165天之内啊把这个公司卖掉啊，或者165天之内你把这个公司，比如说进行一定什么样的整改，这个事儿都可以。其实现在对于 TikTok 来说呢，他就第一个把时间拖下来，拖完了以后你就问他说，哎，你到底让我做到哪一步，你就信了。其实要我说做到哪一步他也不能信，对吧？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前面讲这个电动汽车跟这个起重机这期其实讲过啊，叫疑邻人为贼，啊，怀疑邻居是贼，怎么看怎么像
啊，怎么弄这个叫做什么说话也像，走路也像，对吧？这个只要做任何事情你都像个贼啊！现在这帮人一看，一帮中国脸在这儿，对吧？周受资，你还是个中国脸，下次咱们找一个白人脸或者找个黑人啊，找一个什么印度裔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行啊？这都有可能啊，对吧？但是这个肯定是很难取得信任啊，所以对于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个闹剧啊，但是闹完了以后的结果并不好笑啊，你做到哪一步，做到任何一步，你都不可能得到人家的信任啊，因为最后还是一帮中国人在干这个事情啊，然后你说，哎，你既然中国人在干，我不信任你啊，你这个受中国政府影响，对吧？然后中国政府也说了啊，任何想把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分开的啊，都是不可接受的错误的方式，对吧？只要你长着中国脸，我们就认为你是我的公民，我就该管你，对吧？你就该配合我。那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无解的矛盾了。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可能还是要一点一点看啊。周受资这2天应该是在沙特，在那儿还在讲说我们怎么保护儿童，怎么去保护隐私，怎么去做 AI 人工智能，还在讲这些事情，对吧？然后这个叫什么的事情啊？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个事情，他应该还没顾上啊，后面就等着他顾得上了以后，然后再到美国去开听证会吧，啊，也就只能如此了。这就是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啊，现在有400多人啊，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评论。GPT 的生成文章对谷歌的 这个我看了。就是那种审核文字有没有语病这个好像也看了。非常支持老范，感觉你跟 Tiny Fu 特别般配，要不要一起做个节目？我们经常一起做节目。老范好啊，你好你好。刚刚看了 TikTok 作死弹窗，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振华确实牛啊，10多年前超大型港口机，超大型港机基本上每年产量300多台，换句话说，登去休息日不到1天就能造一台。是的，TikTok 弹窗这事儿有点太过分了，我也是这么想。字节党支部干的应该不会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字节党支部的话，他们一定不敢这么干，因为你觉得他在中国敢这么干吗？他绝对不敢啊，对吧？那么他到美国怎么就会突然犯傻了呢？他们如果按照中国思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肯定有其他的方式，对吧？有好的劳动保障以及收入，谁还愿意996反人性啊？这个是没办法的。确实，去年字节派了一批国内的去美国支援了，是的，因为他们要在那边做电商嘛，然后就派了一批人去。TikTok 弹窗是和360学的嘛？我觉得 TikTok 就是头晕了啊，就不该干这个事儿，太傻。钱多你就开吧，什么意思？鸟山明老师今天过世了，他的作品《七龙珠》以新漫画的形式在改革开放时间进入中国，影响了70、80、90后几代国人。请问范老师有看过《龙珠》吗？如果有，是否可以聊聊你对那个年代初代境外软势力的看法？龙珠肯定看过呀，作为男生来说，对吧？我不但是看过龙珠，然后还看了龙珠的这个，就是我看过他的漫画，看过他的动漫，对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电视台放，还翻译成中文。我记得我一开始看的好像是那种台湾腔还是香港腔的那种龙珠非常过瘾。但是我看的这些漫画呢，嗯，其实我们小时候肯定是先看动漫的后看漫画，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一开始漫画进不来，动漫最早看的应该是，呃，森林大帝雷欧大概是那个白狮子王的故事，然后呢是看铁臂阿童木，还是铁臂阿童木在前面，还是雷欧在前面，我忘了
而是先看这个，然后什么花仙子啊什么的都看。然后到什么时候开始有漫画呢？大概是我到，我应该是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开始，高中吧，高中开始有漫画，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80年代初吧，然后最开始看的漫画呢，应该是，还不是日漫啊，最开始看的漫画是《丁丁历险记》，是欧漫，然后呢才开始有日漫，日漫最开始的应该是机器猫，然后呢是这个叫做，刚才咱们讲的七龙珠，然后还有这个，圣斗士星矢啊，那个是都会去看的。肯定对于我们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帮助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再往后还有像什么那个美国的，就是米老鼠、唐老鸭，其实是看但是不多，更多的是变形金刚美国的是变形金刚看了很多，不见证，对，没什么好见证的，就是我们可以忆一下当年嘛。外交部发言人对鸟山明发布不算见证，是的，不算。这个我们就是注意一下这个也没有说他讲的什么东西国内经济稳中向好肯定的。你怎么没聊理想被 P 图？这事儿太恶心了，这个有什么可聊的呢？对吧？第一个，我觉得他那个车确实难看这个你不用他 P 这个字儿上去，你也会觉得它像个棺材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呢，这个事情原来咱们讲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20万的这个雪铁龙 C5全是毛病9万的雪铁龙 C5真香，对吧？有好多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车卖50多万还是60多万，对吧？那么其他人同样的车呢，就卖个40多万、30万。那你卖成这样了，那你肯定就不能怪别人说你对吧？如果他这车敢卖20万，对吧？你在上头批啥字都有人去买，所以我觉得批字这事儿呢，他还去把这人拿出来告我觉得很二。你告他干嘛？对吧？你就甭管什么，你就憋着劲往前卖就完了呗。这么问，白人在美国现在还真可能质疑黑人才是禁忌是。阿斯麦也是著名的卖铲子公司，是的。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把弹窗的锅推临时工身上？我觉得这事儿推黑客身上是最好的这事儿不是我干的，黑客干的，这个但是不是那么容易不那么好推这个弹窗这事儿在中国隔天这个 APP 就彻底消失了，不用隔天，当天你只要敢弹窗，马上就没有。你想法轮功是怎么被干掉的？就是一帮人莫名其妙的跑去静坐嘛，然后一下把中南海围了，对吧？人家原来没觉得你是一个什么大事儿，结果一看这么厉害，整个干掉，对吧？所以你就想这些人敢去美国干这种事情，真没法说拜登收到不可怕，拜登没收到那才是最可怕的。是的，我们标记好了哪个手机是拜登的然后专门给他让他收不着，他身边人都能收着。这个夷陵道府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上市这事儿不难，把公司拆了就成。你把 TikTok、抖音、头条放一起，2024的政策，两国市场都不好做。字节跳动的公司架构从设计之初就有很大的问题。这种有海外公司以后不是给人当靶子了吗？跳动现在两面夹头这个是这样的字节最开始负责公司架构设计这一块的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呢，不能这么讲这个事儿。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做公司架构设计的时候呢，你也没想到，对吧？现在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就能发展成这个样子，对吧？他们做这个公司的时候，咱们金上还没上来呢，对吧？那个时候川普也没上来呢，这个谁能想到还有今天，对吧？你也有今天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亚马逊给卖家弹窗要求卖家投票。亚马逊要干这个事儿呢，也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包括 Facebook 谷歌，你要敢干这个事情，都会被起诉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好说的。
这就是典型的中式思维啊。是哪一段？人大代表一般说限制游戏对未成年人毒害，却不去限制短视频，这玩意儿对未成年人的毒害更大。这次人大代表在限制什么？要让这个大学生防沉迷啊，不要让他们沉迷于游戏。这我高3的儿子今天还问我说：“我难道以后上了大学还要被他们管吗？”这个事儿我说我哪知道啊，对吧？人大代表就是这么样一种啊，很神奇的这个正义感很强的人啊，那怎么办呢？应该说中国政府认为5福之内有中国血缘关系都归他们管啊。是的，老范好啊，我们开始应该是圣斗士，好吧？圣斗士我反正肯定看过，但是像其他的一些什么三只眼啊什么的那个我就没看过。延伸说下港机啊，90年代的时候，国内港机主流基本都是韩国的啊，比如三星、大宇啥的。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10年之后，国内港口新购置的港机基本上都是振华的了。是的，振华连续10几年、17、18年了，都是全世界这个港机出货量第一。蓝宝石的秘密、海底两万里，海底两万里我还真没看。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好多的什么动漫，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呃，叫什么大河啊，就是什么太空堡垒啊，那个都是放动漫，就是他1个礼拜放一集，然后要耐心的等着看，对吧？后来上班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动漫的前后几季都找齐了，都看了一遍啊，十分过瘾。然后这个什么还看了一个《银河英雄传说》啊，那个也是很棒的。北斗神拳啊，希曼希瑞啊，是的啊，北斗神拳也看过，希曼希瑞也看过啊，但是这个都只看过动漫啊，没看过书。小时候认为南海出版社天下第一，单行本漫画都是他们出的，哎，我真没注意，就看了一堆漫画，没注意谁出的啊。丁丁我也看过，《铁臂阿童木》里面很多小故事，第一次打开了动漫新世界。是的。结果《龙珠》还没看完啊，南海摄影出版社就因为盗版被封了。哦，原来他们出版了半天没有版权啊。看到财经老王出了个主意，TikTok 应该请个黑人女性当 CEO，这个也行呗。其实我觉得像马斯克那样比较好，就是找一个像琳达那样的人，对吧？在这个媒体圈里混了很长时间，而这个人呢，他又听话，对吧？琳达那个在 Twitter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跟马斯克闹任何矛盾，然后很努力的在卖广告，对吧？其实他应该找一个这样的人来当 CEO。这个周处除三害居然能在国内上映，对吧？黑神话悟空都能拿到版号，这算什么事儿？鸟山明的《济公传》这我还真没看过。理想 P 图那事儿是真难不？这个也没什么，我觉得理想只要敢降价，它这个 P 图的事儿真不是什么大事儿。能接受理想 Mega 先锋外形又花得起钱的，又需要 MPV 的，买跑车玩不香吗？这个你跑车跟 MPV 肯定是两个东西，跑车只能坐俩人，MPV 可以坐一堆人的。振华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以前大家把你当朋友，你的机器远程锁又怎么样？业界标准做法，现在别人把你当敌人，是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大家互相不信任了，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之前美国大厂不也经常给可能给某些人投票的群体弹窗，鼓励他们去投票吗？只不过不明说给谁投啊。这个事情反正是梅塔是为这个事儿被开过听证会的，因为当时那个是叫牛津什么数据分析公司还是什么啊，就是用的梅塔的数据去干的这个事情。他们当时是什么呢？就是确定一些比较中性的就因为你说你一些特别铁杆的粉丝，你肯定忽悠不动他嘛，他就去忽悠那些中性的。然后这些人呢，他们会先判断说你是这个，比如说一个父亲然后他就会告诉他说你想
这个希望你的孩子这个是变成同性恋吗，或者什么这样的这种问题，然后呢，他就去给川普投票了，对吧？他会干这样的事情。阿童木最早啊，好吧，以谷歌可以进入中国为交换条件，美国停止分拆抖音啊，你这个也是一个明显的中国人思维方式。法治国家，一码归一码，对吧？你就像那个咱们为什么老说这个谁啊，这个华为大公主，对吧？在这个加拿大被扣着，我们就摁着2个这个加拿大人在本地，啊，这是本身他就不相关的一件事给你搁在一块儿了，啊，这个眉毛胡子抓在一把的，这就不是法治国家该干的事儿。法治国家呢，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审，啊，然后呢说这个他就是有罪啊，我们已经彻底判好了，就是有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啊，这个华为大公主一回来，啊，人家你就走了，就放了，对吧？那你这法治不是开玩笑的吗？对吧？就搞成这样，所以这种事儿中国人干啊，美国人不干这事儿。而且你跟他说我给你换谷歌，给你换什么，人家说你在说什么？说你是法治国家吗？法治国家有这么干活的吗？对吧？这事儿是不能干的啊！啊，当时是谁来着？是朱镕基还是后边的这个李克强还是什么？反正也是说，哎，这个抓了什么什么人啊？他说我给你拍胸脯保证，不会判死刑的。当时美国人也吓傻了，说，哎，你不是个总理吗？你怎么能有权利给法院拍板来保证这事儿呢？你在美国总统他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法官的主啊，对吧？那咱就可以拍胸脯保证，我保证他不会判死刑的，对吧？就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啊，这个不要用中国人的思路来去思考美国人的事情。彭博社说，美国要阿斯麦尔尼康不给中国修机器售后了，啊，这样是不是中国半导体就这个瘫痪了啊？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中国反正也会干出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啊。猫和老鼠看过，猫和老鼠看过，这个怎么可能没看过呢？那个还是很开心的啊。啊，银河英雄传说也出重制版了啊，画风好多了。我看了啊，看了1季，第2季实在懒得看了。麻将传说啊，这个我没看过。鸟山明在《龙珠》之后，漫画事业就退休了，后来主要给游戏做人设，比如《勇者斗恶龙》啊，这个没玩过啊。限制中国人啊，不能说种族歧视，这就是去中国风险。这个不行啊，因为你中国人他有的时候是华裔，他就是你比如像周受资这样的，他也不是中国人，对吧？他就是华裔，长了张中国脸，会说中国话，对吧？那我们就歧视他，这事肯定是种族歧视。勇者斗恶龙经典，好吧？当年微软被告垄断是怎么结束的？赔钱，但是微软也是拖了很长很长时间，大概拖了10几20年，然后赔的钱。当年在电视上看过的日本动漫《小飞龙》没看过啊，太空堡垒看了，逮捕令没看，神魔英雄传说没看啊，这个七龙珠看了，这个机械战警没看，中华小当家没看，四驱兄弟没看，这个再往后就比较那个什么，EVA 我看了，然后呢，阿拉蕾可能看过一点点吧，不多。阿斯麦跟荷兰政府的发通牒了，正在考虑把公司搬去法国，是这样的。感觉是前阵子大把挺巴勒斯坦两党才决心禁抖音啊，这个抖音我估计肯定禁是应该不会禁啊。前几年民主党还是很喜欢抖音的，现在也很喜欢这个 TikTok， 这个拜登刚开的号。你搞我，我好你啊，反正这是什么意思？懂王上了 TikTok 估计就彻底解决了，是，但是你解决也还是像刚才我们讲，到底解决到哪一步啊？这个事儿是要去注意的。好啊，让我们准备讲下一个故事。比尔盖茨当年怕微软被分拆，特意给苹果捐钱捐软件，生怕苹果破产了。哎，这也怎么说呢？这个董王进 TikTok，他肯定还会接着这个什么，接着上诉啊。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二个故事啊，这个 OpenAI 和马斯克的恩怨啊，这个是马斯克起诉了 OpenAI，我们做了一期节目了。然后 OpenAI 有一个回复，然后马斯克今天又在回复啊，咱们来讲一讲这个后边的一些啊揉碎了讲一下。马斯克在旧金山法院起诉了 OpenAI，这个里头呢三层思考，在上一期节目里讲了。第一个，马斯克确实不甘心了啊，我走了以后你们还发展起来了啊，该有我的没拿着啊，不甘心了。第二个，感受到机器人方面的威胁啊，我其实觉得这帮人去合起来去搞机器人这件事儿是基本上针对马斯克的。其实现在有两个这个公司被围攻啊，一个是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还有一个是老黄的这个英伟达。现在大家在联合起来搞 CUDA，对吧？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CUDA 干掉啊，不能让你这个一枝独大啊。现在在搞这个事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斯克还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为全人类怎么样啊。这个是当时讲的，说马斯克到旧金山法院去起诉 OpenAI 的三层考量。当时呢，所有起诉人里头啊，唯一漏掉的一个人是伊利亚啊，就是没有告他，其他人都给起诉了。那么诉求呢也很简单啊 ，OpenAI 开源。第二个，不要再继续盈利了。第三个，做财务审计啊，把钱数一数。第四个，退钱啊，然后就算能够拿到钱啊，全部签掉，我也不会要这个钱啊。这是马斯克啊做的这个诉讼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啊，突然多出一份50多页的 PDF 来。当然，这个 PDF 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去证实真伪啊，这东西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也不知道哪来的，谁也不承认说这个东西是我弄的。啊，那么这个50多页 PDF 里头讲的就是一个 Q 星计划，就是现在都是说啊，咱们现在我们玩的很多模型在本地跑，大概比如说20亿啊、70亿啊，对吧？我现在做的最大的一个模型是34B，也就是340亿的，对吧？像这个 GPT 3.5大概是1000多亿啊，然后到 GPT 4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已经到万亿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这个 OpenAI 并没有承认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所谓的 Q 星计划呢，是一个125万亿参数的一个大模型，也在训练，而且呢，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头就会出来，因为这种模型肯定训练起来还是能够训练出来的。现在训练完了以后呢，你要再给它制定规则，然后再去看它是不是会做一些过分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个事情是很长的啊，像3.5也好，4也好，他们训练出来以后都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去调整它啊，去避免它干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那么现在这个 GPT-5啊，或者4.1，或者是4.5，或者什么这样的名字，就是它其实已经训练完了，然后呢，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头出一个125万亿参数、智商高达145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就彻底达到人的这个要求了。那么 AGI 的计划呢，只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迟，对吧？所以大家也在怀疑说，去年啊，这个伊利尔把这个山姆奥特曼干掉的时候，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啊？到底是出了一个什么事儿才把山姆奥特曼干掉的？那么 OpenAI 呢，在昨天啊还是前天，反正也做了一个回应啊，通过发博客的方式进行了反击。在反击的过程中呢，回顾了跟马斯克的过往，说我们跟马斯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最神的是什么？伊利尔在这个博客上署名了啊，这个他是各个主管啊，包括什么这个 Greg 呀、什么伊利尔什么这帮人都在这个博客上署名了，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打在上头啊，不是签字啊，是直接打字打上去了啊。那么说，哎，你看马斯克，你不是不起诉伊利尔吗？伊利尔也在这个博客上写了名字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伊利尔呢，仅仅在作者栏上有他的名字，没有单独的表述，也没有照片，也没有发 Twitter 啊，这就是伊利尔现在说啊，这个又反叛马斯克的一个，大概也只反叛到这一步了。那么现在说到底是怎么干的呢？2015年啊，OpenAI 成立的，当时呢，山姆奥特曼他们就当时应该是 Greg 啊找到了马斯克说，咱们去搞这事儿吧，我们准备去募1亿美金啊。这个马斯克说好啊，咱们去干呐，对吧？但是马斯克说咱们1亿美金哪够啊，咱们得从10亿开始干啊，对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所以他们这个文件里也写了说，我们非常感谢马斯克，他给我们制定了更高的目标，让我们看到了更远，对吧？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公司就陷入困境了，发现训练大模型实在太烧钱，这点钱根本不够花的，对吧？那么陷入困境了以后呢，马斯克就提出让 OpenAI 并入特斯拉。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马斯克就是
想要 OpenAI 没得着啊，就想把它毁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想清楚一点，这是2017年，对吧？特斯拉是什么时候开始盈利的？大家知道吗？2020年才开始盈利，在前面都是赔钱的。然后马斯克在2017年的时候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在前2天他刚发了推特说过，2017年的时候因为 Model 3陷入产能地狱，特斯拉干不下去了，他去找苹果说求求你买我吧。那个事情是在2017年的下半年干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马斯克说我自己日子也不好过，对吧？特斯拉都快干不下去了，说你 OpenAI 没钱了，说算了，咱们合起来，咱们一块往前走吧，对吧？这个才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他2017年 Model 3最后能够爬上去以后，对吧？这个特斯拉就开始一飞冲天了，那也是特斯拉最难的一段时间，对吧？马斯克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愿意拉 OpenAI 一把，这个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担当的啊！这个不是说我想占你这个便宜。OpenAI 你现在看那是如日冲天，对吧？你在2017年看 OpenAI，你会觉得它能值钱吗？每年烧这么多钱，而且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挣钱的一个公司，对吧？谁能干这事儿？对吧？而且说马斯克当时啊要求更多的股份，那是啊，他把 OpenAI 挂进来，他肯定要更多的股份，对吧？而且要 OpenAI 的控制权，还要去当 CEO，对吧？最后这个事情没有谈妥啊。那么这是这个2017年在这个OpenAI 的这个博客上写的马斯克干的事情。然后呢，还写着什么呢？说他们讨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让 OpenAI 成为盈利机构。马斯克对于 OpenAI 成为盈利机构表示了赞同。然后也希望在 OpenAI 成为盈利机构之后，获得更多的股权控制权，成为 CEO 啊。但就是说，马斯克说你要改盈利机构你让我来当 CEO，我来管就完事儿了，对吧？那么这个事儿也没有谈妥那么马斯克最后呢，因为实在是没法在这个如何成为盈利机构，如何并入特斯拉这个事情上谈不明白那他就离开了 OpenAI。那么离开 OpenAI 以后呢，还 PUA 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 OpenAI 一定会完蛋的这事肯定没戏。你们这个花这么多钱，也不知道该怎么挣钱，你咋弄啊？对吧？因为你想在他原来的创始团队里头，马斯克算是出去骗钱的那个人，对吧？那么离开了他了，这事肯定没法挣啊。结果后来没想到这个山姆奥特曼也是一个巨会骗钱的人，对吧？他把这个微软这个大源头骗下来了那么他就继续往前走。然后马斯克呢自己拉了一些人去特斯拉去搞自己的人工智能去了，跟他们去竞争去了那么他们说，我们自己如果能够 OpenAI 说了，我要是能够融到几十亿美金，行不行啊？那马斯克说，行啊，你要能融到几十亿美金，你融去啊，对吧？肯定也说这种话了所以说也支持，就是马斯克在他们去融几十亿美金的时候是表示过支持的那么最终呢，马斯克到底给了多少钱他也在这上讲了，说马斯克最终给了4500万美金在马斯克发现自己无法得到 OpenAI 之后。后边的钱就没有再给了那么马斯克一开始好像承诺给1亿美金其中给了4500万，因为他这个钱不是说马上到账的也是你花完了一笔以后，你再来找我要然后我们去审计一下账目，然后再给你剩下的或者说咱们开会，然后再给你剩下的那么马斯克给到4500万以后，后边就没给。然后呢，其他人慷慨的给了9000万，让他这个 OpenAI 还可以再继续 run 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邮件往来不断被拿出来当证据。包括如何要去对抗谷歌，让特斯拉成为 OpenAI 的摇钱树，不断的给 OpenAI 输血如果做成了，微软现在就不是3万亿市值了就如果这个 OpenAI 真的并入到特斯拉以后，但是特斯拉也不可能变成3万亿美金，因为两边的商业不搭这个微软跟 OpenAI 的这个业绩还是比较搭的但是那个特斯拉是不搭边的。那么 OpenAI 的 Open 并不一定是开源而是开放，这都是这个邮件这个大长博客里写的那么 OpenAI 中的 Open 指的是人们在 Open 这个架构构建完成OpenAI 的 Open 指的是人们在 AI 构建完成后应当能够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分享所有的科技成果。马斯克当时对此也表示了赞同。开源只是开放的一种，然后呢还刷了一堆情怀刷什么情怀呢？说这个阿尔巴尼亚用 OpenAI 将加入欧盟的时间提前了5.5年肯尼亚、印度的农民利用 OpenAI 让农业推广服务成本降低了100倍，估计就是用 OpenAI 写广告词了呗。然后罗德岛医院用GPT-4降低了手术同意书的阅读难度，
冰岛利用GPT4保护了冰岛语啊，这就是 OpenAI 又拉了波情怀。那么总的来说呢，OpenAI 的这个态度是什么？第一个啊，很遗憾啊，你这个马斯克，你是我们的创始人啊，而且你原来就是像大哥一样啊，带着我们，还给我们指明了更高的方向啊。现在很遗憾啊，你来告我们，然后呢，很难以理解啊，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情？而曾经也很崇敬你啊，那么这个肯定马斯克还是在他们这边面前算前辈了啊。然后呢，说你说了 OpenAI 一定会死啊，还自己成立了公司啊，跟 OpenAI 去竞争，然后呢，发现 OpenAI 做好了，就来背后捅刀子啊，这就是整个总结下来这个就讲了这么多事情。那么马斯克的言行呢，就是他所指责的马斯克这些言行，其实是符合投资人对待普通创业者的一个态度的啊。上来先鼓励啊，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啊，你这事儿一定可以做得更大的，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的，你这个目标太小了，对吧？一定会干这个事情，就是所有投资人都这么干，对吧？然后呢，帮助融资、帮助招聘、帮助制定战略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CEO 标准干的活 CEO 就干这3件事啊，制定战略、融资、找人、找钱、找方向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CEO 3件事。这个如果 CEO 坐在那写代码，或者说干其他的事情，叫不务正业啊。这个自己呢承诺了一个比较高额的捐赠啊，这个其实也是马斯克做的比较正确的地方。你说马斯克说，哎，我就承诺1000万美金啊，我先给了，那么其他人可能就照这来了。那马斯克说，哎，我先承诺1亿美金，对吧？那么只要你这个老老实实给我那个干活啊，那么我就1亿美金慢慢给你。这个事儿呢，就其他看着他的人就算有标杆了嘛，啊，有人给了1亿美金，那其他人就会给嘛，啊，那么这件事情马斯克其实做的并没有错啊。在发现理念不合、失去信任之后，后续停止付款也是所有投资项目的一个标准做法啊。你说我都不信你了，然后你还找我要后边的钱，这开什么玩笑，对吧？这事儿是没法等的。那么在发现做 AGI 训练需要更多的钱的时候，他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对吧？在特斯拉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伸出橄榄枝，说咱们提议合并吧，然后并且为 OpenAI 输血。大家要注意啊，特斯拉不是马斯克一人说了算，特斯拉也是有董事会的。2017年的时候，马斯克对特斯拉董事会的控制力还是相对强的，现在马斯克对特斯拉董事会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很多了。这个也不能说是的这个马斯克一言堂啊，马斯克做了损害特斯拉股东利益的事情，也是会被起诉的，对吧？最近不就是被起诉了吗？说你这个工资不对啊，然后让马斯克这个公司的这个直接作废掉了嘛，对吧？这个事情也是会出现的。那你说把 OpenAI 这样的一个没法为特斯拉直接带来利益，然后又要不断的消耗特斯拉的这个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给它合并进来，这对特斯拉的股东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就是马斯克想把OpenAI 合并进来，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的啊，而且是会被起诉的。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容易。现在大家都觉得OpenAI 你好厉害，对吧？你想当年的 OpenAI 你把它弄进来，每年花几十亿美金，对吧？这个你要把它进来以后，这个可能到现在特斯拉都在亏损，都没有挣钱，对吧？特斯拉2020年开始挣钱嘛，也没挣出多少钱来。特斯拉这么多年挣来的钱，可能还是够 OpenAI 烧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对于特斯拉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包袱。马斯克拿来捐给 OpenAI 的钱是哪来的啊？那是他个人的钱，他是没有权利绕过特斯拉董事会拿特斯拉的钱来捐的啊！大家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啊！就是马斯克钱是马斯克的，特斯拉的钱是特斯拉的，SpaceX 的钱是 SpaceX 的啊！你要想从 SpaceX 把这钱拿出来，说你做了一个投资也好，做了一个捐赠也好，或者做了什么也好，你是要过特斯拉的董事会或者是 SpaceX 董事会，这是2家不同的公司啊。然后包括这个脑机接口啊，你说我拿那个 Neuralink 的钱，我去这个投这个 OpenAI，那你 Neuralink 的董事会也是要去审批的，这个事儿不是说你一拍脑袋就可以干的，所以那是他自己的钱。这个马斯克的钱也都是特斯拉股票，就是马斯克的所有现金或者所有资产或者绝大部分资产都是特斯拉股票。如果要捐钱，那么必须是要质押或者卖掉特斯拉股票，我才能去捐这个钱否则是没法弄的。在2017年。他还在寻求苹果并购呢，那个时候你再去质押和卖股票，都不是好的选择啊！你在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有点走投无路了。马斯克2017年也在使出浑身解数想办法拯救特斯拉他在那个时候在睡工厂向苹果写信说求见提姆库克，说求求你买我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这个时候啊，应该也就没有多余的融资能力再去拯救这个 OpenAI 了，啊，这就是2017年的一个情况。那么想要得到 OpenAI 的控制权，成为 CEO 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马斯克的性格就这样，对吧？马斯克是特斯拉、SpaceX、Twitter、脑机接口、那个 SolarCity 都是话事人，他不一定叫 CEO 啊。特斯拉跟这个 SpaceX 他是 CEO，Twitter 原来是 CEO 啊，现在的 CEO 叫 Linda 啊，是从这个外边招回来的，但是 Linda 其实也只管卖广告，里头真正管事儿的还是马斯克。脑机接口，这个马斯克算是他们的一个应该是董事会主席什么这样的一个职位啊，可能还有自己的 CEO，SolarCity 啊也是创始人啊，但是真正管事儿还是马斯克自己在管。马斯克就是一个喜欢自己说话算数的人，对吧？他觉得这样效率最高，那你怎么办呢？对吧？他说我既然已经承担了这么大风险，然后把这事儿弄进来，而且他如果不成为 OpenAI 的 CEO，他可能也没法再去给他融资了，对吧？像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有人找我们要钱啊，就是以前做基金的时候嘛，有人找我们要钱，然后说你这跟这公司什么关系？我朋友的公司，那不能给你啊。我自己的公司啊，说这事儿就是我自己的，我倾家荡产，我要把它干好，这个事儿是可以考虑的。那马斯克说你让我成为 CEO，我才能再去融到钱来啊。我成为不了 CEO，我就募不到钱了，这个事儿也是很正常的。所以马斯克要去成为 CEO，拿到控制权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以前在盛大干过啊，干了很长时间。陈天桥曾经有一次批评过盛大资本，什么呢？就是当时也是做投资嘛，投了很多这种小项目，就是这种占个20%，占个10%。陈天桥怎么批评他们呢？说这个投资这件事儿啊，这个成为小股东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就是要控股，就是要并报表，就是要并购，然后买下来以后干嘛呢？要反哺我的主营业务，要么就别做，要么就干这件事儿，要么就别干啊。所以马斯克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的人啊，就是你要么就归我管，要么你就别过来啊。他大概就这样啊。马斯克你想自己这么多公司，他也很忙的。我原来有一次在硅谷也是请了这个当时特斯拉的一个 HR 啊给我们讲课，他是说马斯克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坐飞机，因为他那个 SpaceX 跟那个特斯拉不在一个城市里头，然后呢，他就经常要在那个飞机上坐来坐去，所以他一周里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那个 SpaceX 那边，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特斯拉这边。然后呢，他在这个里边是要就是计划的非常好，说这两边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可能是喜欢这种掌控欲很强，对吧？他如果不是掌控欲这么强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也不会做 OpenAI 这个事情。这个马斯克是可以把相互无关的公司都同时做起来，比如像 SpaceX 跟这个特斯拉，包括 Twitter 啊，他们之间其实没有特别强的关联性，对吧？然后这个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易，比如说这个当然他有的时候也会干一些比较神奇的事儿，比如说让 Cybertruck 去拉着这个 SpaceX 的火箭在这个操场里转一圈，或者在发射场里转一圈，这个事他会干啊。但是那个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啊，该付钱付钱，然后所有交易必须要交公允。否则的话算关联交易啊。那么这个 PUA 这帮小弟呢，比如说最后他要走的时候说你们一定会完蛋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以前也干这种事情，叫爱之深责之切嘛，对吧？也希望自己培养的孩子跟着自己走，说你们既然干不下去，你跟我走不就完了吗？对吧？都做不下去了，那一块去特斯拉上班呗。他肯定也是拉走了一批人啊。山姆奥特曼干过一次，这个山姆奥特曼当时被干掉的时候，他不也是拉着全体员工离职吗？对，马斯克其实当时也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说你们都甭干了，都跟我走，对吧？跟我走完了以后，这个我们一起去这个特斯拉上班去。当时他给谁写的这个邮件？是给这个伊利尔写的邮件，所以他希望带着伊利尔一起去特斯拉，对吧？但没带走嘛。他们现在伊利尔就把这个邮件拿出来了啊。那么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呢？这个从法律上说呢，这个电子邮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能刷舆论啊。你说你给我写过邮件，你必须照这做，那凭什么呀？对吧？我可以不认嘛？那个邮件我写的时候就是胡写的，行不行？对吧？你也没有告诉我这个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这个邮件要成为证供啊，呈堂证供要去打官司，对吧？你要如果提前告诉我，我就不这么写了啊。所以这个邮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然后公司的管理制度呢，通常是怎么演变的？比如说我公司规定了啊，这个事儿是必须马斯克同意才可以，那个事儿不需要马斯克同意就可以，它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啊。或者说我现在 OpenAI 说我们必须要做非营利组织啊，或者说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这个叫做哪件事情啊，必须要去为全人类去开放啊，这个事儿，你说我要去调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这个公司是可以去调整的。像我们以前是这样啊，比如说一个公司一开始是创始人拿100%股份，对吧？那是有什么事儿他说了算
这个时候投资人进来了，给了这个比如说占了20%在董事会里占一席位，那么投资人会要一大堆的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讲一票否决权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付费频道里头有讲这个 term sheet 或者叫投资意向书怎么写那个里头讲过这个东西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一个权利是这个就是说修改我的权利必须经过我同意比如说我在这个董事会里拥有10项权利你要想修改这事儿，你如果没有经过我同意，你就直接给我修改了，这事儿不行这是最基本的权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发生变化，变化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你在这儿，你有这个权利，你明天你不在这儿，你没有这个权利了，或者后边有新的大股东进来，新的股东进来了他的权利比你大，那么这个事儿是会发生变化的那么在这个 OpenAI 从这个非盈利组织走到今天这一步，它肯定也是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就是管理制度的演变，或者叫公司章程的演变这个是一定会演变。那么后面呢，他也会做一个同意书，比如马斯克你签个字同意，说以后公司再有点什么事儿不需要你同意，我就可以办了这马斯克当时这字肯定是签了他不签的话，他不可能这么离开 OpenAI 所以后面他再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是经过同意的。那么你说，你前面同意过要开放，后边怎么不开放了这个时候 OpenAI 就可以拿出一个备忘录来，或者拿出一个什么协议来说，你看新的股东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他们共同决定的，那么这个事儿它就合理合法了，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这个制度是可以这样一直演变下去的。你不能说以前你说过什么事儿，以后你还要接着认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各个股东呢，都是要去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像我们以前反正就是会把大量的这样条款都写在合同里边像一般投资协议就是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一般我们会在股东协议里头写这些东西对于国内来说呢，就是公司章程对于国外来说呢，就是这个叫股东名册和这个叫做叫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运营的共同的一个章程吧。反正我们去用这个东西来去约束每一个股东之间的权利谁有权利去定什么事儿，就是所有的规则你前头定过了，后边都可以改改的过程很简单，就是符合公司章程该有投票权的人投票够投票的这个数了就完事儿了这个包括如何让个别的股东必须服从他们不同意的决定，都会在章程里定下来。因为你要每一件事必须所有股东同意，肯定你公司就没法干了，对吧？所以一定是说大股东同意了，小股东你就直接往前跟着走就完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跟投资相关的法律都是专门保护小投资人利益的？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被代表，对吧？所以就会保护他们。跟大家讲一个以前我们开这个董事会的一个故事吧。就是你开董事会，一般董事会的这个主持是谁呢？是律师就不是说我们自己谁是董事长你想去主持这个会，没有这个都是律师来主持。因为为什么？就是都是 VIE 公司嘛，就是你肯定是要有这个就是开曼群岛或者是这个英属维京群岛也会有那边的人要去存档这个东西的所以由律师来去开始。然后律师开始了以后呢，他第一句话讲什么？说大家好，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呢，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开哪个公司的董事会，然后呢，今天主要讨论几件事情，现在请大家报名首先要报名，然后一个一个上来说你好，我是这个谁谁谁代表谁谁谁来去参加这个董事会，有时候董事自己不来直接派代表来的，然后呢，有的说我是这个公司的CEO 我来去开这个董事会，然后呢，有些说我是基金的这个基金负责人我来开这个董事会，然后要把所有的名字都报完。然后呢，开始说，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公司原来是这个非盈利的现在准备变成盈利的，然后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请各位董事投票他会有一个投票的过程那么有些人就说我同意了有些人说我不同意。那么如果说同意了以后，这个超过了一定的票数了他会有一个规定，说你到多少票以上就可以去通过通过了，那么他会记录下来说好我们这个已经通过了或者说有哪个董事现在没在，我们已经通知过他了，用什么样的方式通知，但是他没有回应今天没来，那么这个投票依然有效或者无效，他最后会讲完整个都讲完了以后，整个这个过程是录音的然后把这个东西存档到这个开曼公司里头去，然后等你以后要诉讼要打官司的时候，然后你再把这个录音文件拿出来说，你看当时这些董事是同意的呀，或者谁没同意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这个决议是怎么做成的，这个东西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的你说曾经你写过一个邮件，你要把这东西做法律证据这个事儿是没有的就是董事会就是这么开的
啊。然后再往后啊，这个在法理上呢，OpenAI 呢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瑕疵啊，这个肯定也是 OpenAI 也会请律师嘛。这个你只要把这个中间演变的过程啊，让这个律师把这个过程，就像刚才我讲那个董事会决议文件啊，或者甭管是录音还是什么东西，你把它拿出来，对吧？拿出来完了以后呢，到法庭上给人看，说你看我们当时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把它改过的，而且根据当时的这个公司章程，不需要马斯克的同意啊，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同意，或者说我们符合公司章程做出这个决议啊，它就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合理合法的，这是没毛病的啊。但是查账呢，确实有一些恶心人啊。如果山姆奥特曼有些说不清的事情啊，会稍微麻烦一点点。山姆奥特曼从公司直接拿钱这个可能性呢，我觉得不大，因为他也创业了这么长时间，对吧？但是山姆奥特曼利用决策权力啊，使得自己的投资获得不正当收益，这个事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他先投了一个公司，投完了以后呢，再让其他人再去投啊，或者让 OpenAI 投，或者让这个微软投，或者让其他的一些机构再去投，然后因为有山姆奥特曼的投资，而且他也可以在两头都去做决策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让他第一笔投资的收益上升啊，这个事情是有可能会干的啊，很多的创始人都在里边干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那么如果查账的话，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点。那么从道德层面上来说啊，那么马斯克呢算是标准的美国人操作啊。我记得以前经常有人给我们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这个一个人住在小镇上啊，跟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啊。有一次他出去玩去了啊，小镇下雪了，他没有去清理这个积雪，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他被人这个起诉了啊，被邻居起诉了。因为为什么他没有清理积雪嘛？你应该做什么？就是你如果出去玩之前，要找到这个邻居或者给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嘱托到啊，说请如果下雪了帮我去做这个事情，或者你可以雇一个这样的一个清理公司啊，如果下雪去帮你做，然后你没有去尽到你的义务，然后你就这个出去玩了，然后下雪你就这个积雪了，然后被人起诉了。而且那个邻居平时跟你是非常要好的邻居啊，经常大家送一些小礼物啊，送一些吃食啊，对吧？还一块出去玩，但是该起诉的时候照样起诉你啊。这是我们反正以前经常讲说美国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啊，不知道真假，这个有可能是真的吧？啊，那么这个马斯克就干了这么个事儿啊，我不爽了我就起诉你啊，这个他就这么干。而且马斯克呢，也就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人吧，也没太惦记钱啊。现在马斯克也说了，说你改名啊，你改了名我就撤诉啊，这个我不需要再接着折腾下去。改什么呢？你把 OpenAI 改成叫 CloseAI 啊，我就给你撤诉了。这个当然你改名这事儿就有点丢人了啊，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 OpenAI 的做法呢，其实是不太应该啊，特别是他这次发的这个博客，其实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呢？你该应诉你去应诉啊，好好的去应诉，该拿出证据拿出证据，没什么大毛病。然后把私下的邮件公开出来，这个事儿是不道德的，对吧？就跟什么呢？这个有人跟你去说什么什么事儿了，然后你突然拿一大喇叭，他跟我说这个了，对吧？我记得原来有这么一个笑话，说这个有一个小伙子啊，看到这个旁边一个女士啊，然后呢这个想让她让一个路，然后就跟那女士说，哎，小声说啊，说哎女士您能让一下吗？然后这个女士突然大声的在这个餐厅里就喊说啊，说这个不行，我绝对不能答应你。然后那个什么，就等于让这小伙子下不来台嘛。然后那个小伙子最后也怎么办？他说我这个大声的喊说，就你这姿色还敢要这么多钱，对吧？其实 OpenAI 干了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比较过分，就是私下的邮件公开这个事儿是不道德的啊。然后断章取义一定是干了这种事情。你比如说他前面讲了说，我们说去做盈利公司，马斯克同意了，或者当时表示过同意，那可能只是说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他是 OK 的，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情景下你去 OK 了，对吧？你比如说，哎，我们做一个这个盈利公司啊，把公司并到这个特斯拉里去，马斯克说可以啊，对吧？那么对于这个OpenAI 来说，你看马斯克同意过了吧？这个事儿呢，你拿出来啊去晒，这个事儿呢就有点不道德啊，非常不道德。然后呢，马斯克也是一个上了节目都敢爆粗口的人，对吧？他有一次也是别人采访他啊，说你这个上一次在这个 Twitter 上说了一些跟犹太人相关的言论啊，怎么回事啊？然后那个他也是上来可以爆个粗口或者什么的啊，这个他说这个叫谁迪士尼想从你这儿撤广告，你想怎么弄啊？马斯克直接骂人嘛，说脏话嘛。但是说完了以后，人家都傻了，说你马斯克呀，你是世界首富啊，
你坐在这儿，然后面对可能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一个直播节目，你在这说脏话，对吧？这个太过分了。然后马斯克说：“你没听清楚吗？我再说一遍，慢慢说，对吧？”又说了一遍，这个他就这么个人，对吧？而且这个他也承认说，我经常说一些愚蠢的话。然后那个就是当时他说犹太人那个话，就是这就是我说的众多的愚蠢的话中间的一句。而以后我也还会说这些蠢话，这就是我，这有什么办法，对吧？这个马斯克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的邮件公开出来，这事很烂啊。而且关于翻旧账和看核定本这个事儿，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第一个，翻旧账、断章取义、扩大范围传播这个事儿是不道德的。依靠过去的只言片语给人定性，是又蠢又坏的表现啊！有很多人说啊，你看这个谁谁谁啊，以前曾经说过这个话，他一定是大外宣啊；谁谁谁以前说过那个话啊，他一定是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又蠢又坏，因为第一个啊，他是断章取义，他可能说过这个，有可能说过那个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是也是有很多非常矛盾或者非常大的转变会发生啊。你说我就抓住了你某年某月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任何时候我都说，哎，你当年你这么说过，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拿这事儿给人定性这个事儿是又蠢又坏的。但是核定本呢还是必要的承认以前的言行，并且承担其责任这个事儿还是必要的。说错了认呗，对吧？马斯克也说了，说我经常说蠢话呀，认就好了吧，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你不能说我从来伟大、光荣、正确，从来不认，对吧？这个事儿是不对的。这个所以从道德上说我是站马斯克这头我是不认为 OpenAI 的回应是对的这个是回应有点太过分了。这个微软要的比马斯克肯定要多得多。如果真的没钱了，这个微软会提出收购和控制 OpenAI 的要求吗？一定会如果 OpenAI 接着不挣钱，接着这个这么烧法，那么微软最后还是可以得到 OpenAI 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微软给钱，那是微软穷的光剩下钱了，它跟马斯克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马斯克那时候是穷的叮当响2017年不叫穷的叮当响吧？当时他的公司市值大概只有今天公司市值的十几分之一，对吧？而且都快玩不下去了，都要到苹果那敲门说求求你买我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愿意去拉 OpenAI 说咱们一块干吧，对吧？微软手里除了钱没别的，对吧？这个微软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现金公司，然后微软是直接用 OpenAI 盈利的，而且结合微软全家桶，绝对是天作之合，对吧？没有比他们更合适。而马斯克是没法让 OpenAI 跟特斯拉直接结合盈利的，这个事儿太难了。我也不能每天坐在车里跟那个汽车聊天吧，对吧？就算你聊了半天，你说我特斯拉能卖得更贵吗？你也卖不出更贵来。所以这件事儿呢，对于微软来说或者对于 OpenAI 来说，微软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选择了。就是特斯拉其实是对于 OpenAI 来说呢，会让它更大的保持这种独立性。你比如说 OpenAI 现在跟微软合作成这样，你说我现在想再去跟谷歌合作一下，想去再跟亚马逊合作一下，你就没法合作了。但如果它并入了特斯拉，那这事儿就没有问题。我想去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微软可能最终还是能够得到 OpenAI 的这是咱们做一个预言。但是这个事儿也看山姆奥特曼这帮人到底怎么弄。山姆奥特曼真的要把那7万亿搞下来，微软估计也得不到这个事儿要看。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帮神仙打架，我们这帮人只管坐这儿吃瓜就完了，对吧？你们咱们再看看他们再讲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讲的好玩，我们就再录节目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我也不会认为说这个官司就很快就会结束但也没准马斯克也没准一拍脑袋说明儿我不告你了这个事儿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难以捉摸的人嘛然后呢，这个事情也不会对 OpenAI 做出特别大的损害和改变来不会说你 OpenAI 就这个明天就这个开源了就真的把名字改了或者就怎么样了这个事儿是不会发生的该干嘛干嘛，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让大家关注这件事情，这可能也就是马斯克这次诉讼能够达到的最大效果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懂王自己都不一定搞得明白自己的目标啊。看看隔壁阿根廷，再看看他这4个医疗相关的法案，纯属又当又立啊。阿根廷那个米莱真的是狠，真的是狠啊，没什么好说的。米姆是一滴水里边的精灵啊，但是问了同龄人都没看过。我好像看过这个，我好像看过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什么动画片，我忘了叫什么了。花仙子是看过，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什么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就是每一次要问人家什么问题，然后说我现在不能，这个就是一个我忘了是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个反正也是小时候看过。阿拉蕾也是鸟山明画的，是的，是在龙珠之前，而且阿拉蕾跟龙珠有时候还会做一些这个串来串去的事情。大西洋底来的人，那个是电视剧，那个不是动漫。龙珠里早期还有一话阿拉蕾客串过，是这样的。规则是谁定的？什么规则？没看懂啊。川普也是熊大的小弟啊，这个我觉得不要太想这种事情啊。突然发现那个时代日本漫画内容丰富程度真的比现在高多了啊，这个我倒不信，现在肯定还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有网络文学以后。马斯克不是说只要 OpenAI 把名字改成 Close AI 就撤诉吗？这不可能，怎么改？你这改了丢多大人啊！而且这个山姆奥特曼现在也是准备做教主的人，对吧？你让他去改这玩意儿，这不可能的。就跟之前的 VC 一样吧，是。我把 PC 升级到64G，跑了一下 34BE，内存占用大概30多 G，但输出太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都没有8乘7B 的 Mixer 输出快啊，这个事儿很神奇啊。我呢是旁边有一个叫做游戏本，我的游戏本是40G 的啊，40G 内存，然后呢是3060，然后在游戏本上，这个 Mixtra 就是这个8乘7B 输出就比较快，然后呢34B 就很慢，这个 34B 就很慢，然后呢到我的这个 MacBook 这个 M2 Max 32G 的这个机器上，这个8乘7B 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啊，就慢极了。然后呢，34E 的34B 就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忍受啊，这个是所以很神奇啊，在不同的机器不一样。试试多线程，这事儿没法多线程啊，你这个都跑满了啊。PUA 确实像马斯克干的事情，就像苹果退出造车的时候，他发了2个 emoji 可见一斑，他就是这么个混人，你怎么办呢？感觉前几年电动车欣欣向荣就相安无事，最近特斯拉颓势，马斯克终于爆发了。马斯克我觉得现在真正要干的事情，还是要保证把他的这个机器人快速推出来，然后呢，这个让他的这个比如说 Cybertruck 呀什么的快速度过产能地狱，然后实在不行的到中国来产 Cybertruck 吧，那玩意儿到中国来马上就能造出来，这个而且造的妥妥的。现在好像已经有 Cybertruck 从天津平行进口进关了，而且已经上了牌子了，对吧？所以也没有什么 Cybertruck 在中国上不了牌子这种事情，所以赶快干吧。苹果不搞也在情理之中，是的。丰田说不看好现在的锂电池充电车，把马斯克急的戳到痛处了。马斯克才没看见丰田长啥样呢，因为丰田是造不出别的东西来，就是在电动车这个领域里头，它现在唯一比较麻烦的是特斯拉啊，是那个比亚迪啊，那个是比较麻烦，79800，对吧？你这事咋弄啊？就完全没法弄。而且中国因为整个的消费市场崩溃，所以中国现在所有的电动车厂商，包括汽油车厂商都在卷价格。这个对于马斯克来说是很痛苦的。而丰田的话，你再怎么着，你也不可能造一款氢能源车比这个 Model 3便宜，对吧？那有什么？你愿意说你说去呗，站着说话不腰疼。能赶上吗？赶啥呀？比特币，比特币有啥好讲的？具体合同没人知道怎么签的，这个他反正到法院上大家拿出来看呗，就是一个一个看，你各自拿出各自的这个版本来。美国未来会有很多超越 OpenAI 和英伟达的公司，这就是美国啊，是这样的。
马云没进运去嘛？什么意思？谁都想分一杯。开会，同意的代表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这似曾相识啊，这个，哎，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开董事会，它都是这么样，特别是这种叫做，最后要形成决议的董事会啊，这个其实就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比较正式的，大家在现场开，开完了以后呢，他会打印一份决议出来，你同意就在那签字，不同意就不签字，对吧？这个事儿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做这种录音的啊，他那个录完音以后，然后把这个录音存档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玩法。取证，是的。也想个人创办嘛，这什么东西啊？我同意，两条腿变四个轮子，也得上高速，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啊。如果 OpenAI 开源了，就是一套现成的大模型标准。我想除了微软、英伟达以外，其他人所有人都很乐见的。英伟达也很开心啊，对吧？你一旦它开源了，也有多少人买英伟达的这个 GPU 回去训练去？英伟达得乐死。安卓开源有了鸿蒙啊，人工智能开源，万一造反了那咋办？那个 Meta 开源了呀，拉玛呀，它开源了。现在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开源库，刚才我们讲的一些 E 模型，Mistra 什么 Mixtra 都是开源模型。现在开源模型很多，只是开源模型的能力现在还达不到 GPT-4的能力而已。这个段子好，感谢啊。这个道德有没有合理的标准去界定？我觉得啊，最简单的标准叫己所不愿，勿施于人啊，就是你自己不乐意的事儿，别在人身上干。你比如说，你今儿给人写了封邮件，甭管你说了什么这个狗屁倒灶的事情，或者这个跟人聊了个骚什么的啊，让人家直接给你贴到外边去了，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自己心里是不是舒服，对吧？也许没准你前前后后讨论了500多封邮件的一个事儿，他把其中某一封中的某一段啊摘出来，然后再把前后都涂黑了，说你看他曾经说过这么样的一句话，然后这个人是个傻叉，那么这个事情你觉得你乐不乐意，对吧？这就是道德最基本的标准。啊，只有鸿蒙把安卓当对手，安卓可从来没正眼瞧过这个爱国者，啊，那就不知道了。道德是约束自身言行的啊，不是要求别人的。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同一个道德标准下吧，否则的话没法合作嘛。美国就算是法治国家，难道不是咱们大中国才是法治国家？当然了，咱们这才是法治国家，对吧？这个司法独立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咱们好像专门有忘了是谁讲的啊，就千万不要去追求司法独立啊。刚刚刷到条新闻啊，川普什么，现在办啊，only help enemy Facebook，这句话应该什么意思？就是川普认为什么这个 TikTok 被强只会对这个Facebook 有利，是这意思吗？好吧，这个英文不太好啊。微软是巨型独角兽，它哪能算独角兽？3万亿的公司，对吧？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超过苹果，苹果2.9，它3，这玩意儿这个已经不能叫独角兽了啊！微软乐不得把 OpenAI 的骨干全挖去，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原来在 Bolin 的骨干就全都被微软挖干净了。这个咪咪流浪记啊，这个好像也有，但忘了看没看过，找爸爸是。只要中国媒体没报道米莱，就说明他现在做的不错。是的，这个阿中到北海小飞龙，这个好像没看过。40G 内存是怎么组合起来的？它是这样的，就是它那个机器主板上有8G，然后呢，你再加的时候又加了一个是32G 的，所以它就变40G 了。老范，你不用天天在帮政府给字节跳动洗地了，干嘛不好好的做人呢？这个我有什么帮他洗地了吗？我也没说这个政府做他怎么样了呀，是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而已嘛。还别说迷信不迷信，感觉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做什么都不顺，八字不合，有一点点。这次巴黎奥运会用氢能做运营啊，这个做呗。这种事情我感觉在欧洲是推不起来的，只有美国跟中国能推得起来。
Unicode 组织开会，会议记录里边连窜出来只老鼠都记上啊！你还开过这种会？我还没开过。我是那时候加入过 W3C，但是 W3C 的会我都没去过。董王现在就觉得他的真相传媒才是最好的。他那玩意儿谁用啊？谁用过这东西？我是从来没装成功过，因为好像是检测我的 IP 不对吧？反正从来没让我用过。最高法的高老板说的是的，这个独立我写米姆啊，名人的故事，好吧？哦，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动漫叫《大白鲸》，还是什么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啊，好像是这样的，当时也看过。在中国媒体是否报道，来判断是否搞得不错，挺有意思。没有，中国媒体现在至少自媒体报道米莱的还是非常多的啊。这个官方媒体呢，一般比如说阿根廷有什么罢工啊什么这种事儿，还是会报道的。啊，像咱们这个官方媒体一般三件事嘛，叫领导很忙啊，祖国很好，然后外国很乱，其实永远是这三件事儿。然后新闻联播的30分钟啊，这个是领导很忙占5分钟，然后呢祖国很好20分钟，外国很乱占5分钟啊，这个事儿大家要记住了啊。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这样，因为我也好长时间不看新闻联播了，这个学习不够努力啊。老范看好川普再次当选吗？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吧。微软现在市值这么高，只是因为 OpenAI 吗？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就是微软，就是有了 OpenAI 以后，它的收入上升其实并不算特别多。微软云上升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多。微软搜索呢，还有包括微软广告的这个收入上升，其实都不是多。而且微软的 Office 和 Windows 的这种授权费，其实收益也就那么回事儿，对吧？也还是这么多。但是明年啊，不，今年2024年，因为开始推这个 AI PC 嘛，所以它可能还是能够再稍微多收那么一点点。所以微软整个的收入上升肯定没有，就是它这个市值上升那么多了。所以大家还是对它未来预期啊，包括这些买微软股票的人，都是预期微软能够把 OpenAI 吃进去的。我觉得特斯拉不好降价，降价就丧失了行业的定价地位啊，不降价又被比亚迪整得蛋疼啊。我觉得特斯拉是从来不吝啬于降价，它跟苹果不一样，苹果是能不降价就尽量不降价，但是今年也开始降了啊，它也卖不动了。特斯拉是去年就降了好多回了啊，动不动就降价，动不动就降价。现在是这个特斯拉，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卖的很开心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它一方面降价，然后另一方面给各种补贴，什么油漆补啊，什么轮胎补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补贴狂给啊，所以现在买特斯拉在中国补贴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而且马斯克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卖多少电动车，马斯克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彻底替换汽油车，对吧？甭管是谁把汽油车做出来了啊，干掉了，他都觉得很开心。当然，这个如果是特斯拉干掉了，他会觉得更开心。对吧？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孩拿着匕首，披着斗篷，骑海豚战斗，就是小飞龙啊，真没看过。还有填补空白，也就是占好几分钟啊，这什么意思？还是干净世界，也是我即是真相。还有干净世界，这个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喜欢老范的幽默，感谢感谢。苹果是不是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是全世界消费降级？我觉得怎么说呢？中美关系不好，对于苹果走向衰弱也是一个必然的，因为现在的好像1、2月份苹果在中国地区的销售 iPhone 的数量下降了20%，啊，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那是 iPhone 啊，任何其他的什么 iPad、MacBook 什么这玩意儿都补不回来啊，就是 iPhone 直接掉了。这个事儿是没法搞的，什么都是补，电池补嘛。这个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啊，因为我最近没有想买车，我也是看了一些网上的说法去跟大家讲。现在前端还能入场吗？还是搞 Python 都可以啊，看你自己的兴趣在哪儿。汽油车淘汰了，中东，可能就要和平了吧？
这个不好说啊。汽油车我觉得不太容易彻底被淘汰掉，但是还是努力的去淘汰吧。说到微软啊，突然想起 XGP 的在与会员有了短暂几年蜜月期之后，现在受到大量被刺用户的质疑。老范看好 XGP 的未来吗？看好啊。虽然我没有买 XGP，因为我现在用 PC 越来越少了，我现在主要是在苹果上干活。这个而且家里是那个 PS5，没有那个Xbox Series X 啊，所以我没有买 XGP。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玩法。苹果在做 AI 手机还可以收割一轮，努力吧。看老范一直推荐 Python 和 Rust 啊，没推荐过前端。啊，这倒没有，这个其实 Python 我也不会，Rust 我也不会。我呢是Ruby on Rails 还可以啊，然后前端我自己没写过前端啊。其实以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写这种客户端程序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现在的话，我反正前端会弱一些啊，甭管是做这个Flutter 还是做 JavaScript，做这个 React 什么这块我会稍微弱一些。但是也还能写。也挺好玩的啊。这个，但是前端怎么说呢？因为我作为理工直男，这个审美实在是差点，所以写前端这个事儿，你如果审美差的话，就会差点意思。就是我以前写界面的时候，人家都问我说：“你是不是色盲？”我说：“为什么我是色盲？就是配的颜色特别难看。”然后那个他说：“你看着不恶心吗？”我说：“我觉得挺显眼的，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啊，做前端是差点意思。就是我写网页可能最多也就是上一个叫什么 Bootstrap 啊，这种标准的前端库也就完事儿了，其他的我可能都懒得去折腾。打架的坦克还是要烧油的，是的。苹果在静安寺又开大店了，哦，是吗？打仗谁用电啊？打仗电肯定也用啊。2023年1月5日，微软股价222，今天406，这一波狂涨，完全占了 OpenAI 的光，我觉得是。你就这么想吧，它这么长时间，它的收益绝对没有涨一倍，对吧？但是它股价涨了一倍。上次说矿山车是电动的，几乎不用充电，下山可以发电，这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吧？矿山车肯定还是要充电的，你要下山就充电就发电的话，这玩意儿不是永动机了吗？这不可能吗？话说同样是会员，现在 PSN 运营理念与这个 XGP 完全相反啊，也受到用户大量质疑，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不叫相反，PSN 呢就有点就是既要又要。我告诉你，这三家吧，御三家，这个卖的越好的游戏机就越不惦记给你开会员啊。谁卖的最好是 Switch 卖的最好，所以 Switch 的也有会员，但 Switch 的会员可能每年给你一张认亏券就完事儿了，其他啥都不给。对吧？或者说也送一点他妈很老的这种小破游戏。然后呢是 PSN，PSN 呢是这个卖的没有 Switch 好，在全球肯定是 Switch 卖的最多的。然后呢，这个 PSN 就是说我们给你一部分游戏啊，让你去玩。然后呢，这个新的游戏、独占的游戏，我还是要去发的。然后卖的最差的游戏机就是 Xbox，说来 XGP 啊，首发直接上 XGP，他就给你干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供需关系啊，这个不要觉得这个谁就怎么好就怎么不好，没有什么，大家就是各取所需而已。XGP 加 Steam Deck 感觉无敌，那你 Steam Deck 还要重新装那个 Windows 吗？要装操作系统吗？而且我对 Steam Deck 这东西没兴趣啊，因为为什么老花眼，对吧？你举到面前看不清楚。现在对华人的歧视就跟二战时候对日裔美国人受歧视的情况一样，没办法。哎，那怎么办呢？日裔美国人也是受到当时的这个一些这个军国主义的影响啊。是的，不用充电，下山拉的货物矿石啊。啊，还真的是可以吗？这个回头我去查一查。下山装的矿石能回收啊，可以足够循环吧？
那你如果是那种从坑里拉上来的呢，比如说我那个矿在底下，然后我从坑里把这矿石拉上来，这事儿不就没法整了吧？小时候看变形金刚，机器人都是用能量块，以后打仗打坦克也就是充电，装充电池，这个真的挺难的啊。Switch 真的好，入坑健身环后，家庭关系好了很多。啊，那你应该玩玩那个叫什么疯狂搬家呀，什么疯狂做菜呀，就需要几个人配合那种，然后就可以又打成一锅粥了。未来就是电为主啊，打仗、防空都是搞高能激光啊，这个激光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激光在大气层里的损耗太厉害，要对付现在低值号、E 号无人机啊，即便是可编程弹药，成本也是高于无人机的，好吧？我觉得无人机最简单的是 EMP 啊，直接做电磁震荡，这个事儿最省事儿了。Steam 啥时候也来一个会员啊？这个 Steam 才不需要呢，Steam 卖游戏卖的开心着呢。Switch 的问题就是机器太落后了。王国之泪疯狂掉帧，哎，我觉得王国之泪我这儿还可以，虽然我是买的最早的啊。Steam Deck，分手厨房，对，分手厨房绝对会那个什么。还有那个搬家那个，我觉得特别好玩，经常是俩人埋怨来埋怨去的。F1是不是就动能回收，刹车可以充电？不知道。F1的都影响它是碳纤维的，那玩意儿那么轻，你在里头装块电池，别开玩笑了。电池回收的产业化运营是个项目，值得投资。可别干这事儿啊！电池回收这个，好多做电池回收的人都被坑死了。为什么？因为电池回收最后是一帮黑社会啊！你最后收不到电池，因为电池回收后边是没有这个就是技术门槛的。你把那个电池回收回来，你知道干嘛使吗？就是拿那个粉碎机把它碎掉，碎完了以后呢，把里头的各种金属回收，锂啊这种就含量很少的这种金属，实际上是回收不回来的。主要回收回来的是铝啊、铜啊什么这些东西回收回来，然后回完了以后呢，再去当废品卖掉，所以它是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就是一帮人把这个电池拆回来以后，就是放粉碎机，然后粉末分离，分离完了以后四处去卖，所以就是一帮那个黑社会四处去那个收电池，对吧？你要想说投资做一个这玩意儿，上街被人拿拎着棍子打啊，千万别干这个事儿啊！想到了《星际争霸2》的科学球啊，是 Steam Deck 装 Windows 啊，特别容易休眠，一下子就睡死过去了。没玩过 Steam Deck，买不起啊。Steam 是 CS 那一群人吗？是的。啊，Steam 上有好多游戏啊，Steam 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商店。有玩 UO 的没？这不知道啊。F1现在是混动，有电池，但是电池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肯定还是这个汽油机。它上混动的原因是，这个电池在起步的时候啊，电动机的这个动力曲线是要比汽油机好的。现在机器人的关节是不是做不到像人这么灵活啊？是还是要差一些的。论斤卖是国内做环保回收都是有背景的，否则拿不到资质。一个是资质，第二个也拿不到货源啊。你说的不是收是偷啊，黑社会啊，不，这个你收你也得那个什么，也得要有这个当地面上力量啊，否则搞不定的。有点含蓄，没太听明白啊，这个不知道讲的是哪段。其实在家可以玩一玩疯狂啊，这个没看懂你在说什么。Steam 最早是半条命，是的，最早是为这个事儿做的，但是现在 Steam 已经很厉害了啊，还没退休就花眼了。我大概是46、7岁眼睛就开始花，感觉以后延长退休，这个现在不会延长退休，这个今年至少人大会上没说这事儿啊。国内做废品回收基本上都是黑社会啊，这个粉碎机除了粉碎废品还粉碎人啊，这个不知道啊，这就属于都市传说了。电池回收不行，收不到，能收到都有背景，或者像比亚迪、宁德时代都收。是，还有一个要 FE 方程赛，都是电车啊，这个我还没参加，没见过。没有黑社会资质。
你都说不过人家，遇见就打。是的，中东不和平的地方，大多不产石油。是 Steam 会不会以后有脱离 Windows 的号召力？我觉得挺难的。这个 Steam Deck 其实现在游戏还是没有那么多了，就是大量的 Windows 是，就是 Steam 游戏最多的还是 Windows 平台的啊。虽然现在 Mac 上有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非常少。Steam Deck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好啊，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2个多小时了，也感谢大家陪我聊天。再见，大家周末愉快，去看这个《沙丘二》哦，对吧？这个我也是准备看看明后天有没有时间去看《沙丘二》，明天让我休息一下，我明天就停更了。好，再见。